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来给大家讲寄生兽。上回我们说到，有一个记者偷拍新一变身的样子，被米奇发现了。但是新一不仅阻止米奇杀了他，还把他放走了。米奇表示非常无奈，大哥，人家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就被这么一个不清楚身份的人调查，你还置之不理，随时都可能把小命玩完了，好不好？说不定还会被当做实验的对象。想到这个，新一开始有些害怕了。如果同学们知道了自己的事情，还会接纳自己吗？他们会怎么对待自己啊？想着想着，老师就呵斥新一了。你这个破小孩，要听课就好好听，不听课就给我出去。而我们的主角也真是牛批，他居然真的就当着老师的面拿起书包出去了。这，老师表示很干啊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回到家里，新一就开始深入思考了，他慌了，他现在开始害怕被抓去当实验对象，然后被玩死了。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招，干脆趁米奇沉睡的时候把右手给砍了。哎呀，我真是直呼好家伙，好一个冷漠无情的男子，这是要玉石俱焚啊！当然，新一还是有一点理智的，毕竟他也不想成为独臂人。但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就是自己偏偏要遇到这些破事儿啊？很快平复心情之后，新一决定把李美找出来聊聊。李美一到就开始放大招，哎呦，你那天割我去找加奈，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吧？你倒是给我编出个理由来啊！新一哪敢开枪？难不成又把米奇抱出来？面对李美的不断追问，新一一次又一次的想要出卖队友。这时候米奇已经睡醒了，老子刚睡醒，你就给我整这出！米奇直接把刀架在了新一脖子上，你要是敢说一个字，老子就让你人头落地，大不了咱们都别活了。哎呀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新一的小心脏立刻瑟瑟发抖，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李美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问我也不敢说呀。李美当时就哭得梨花带雨了。英，人家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不相信人家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。米奇和新一开始想对策了，总是这样被别人监视，实在太被动了。咱们可不能这样坐以待毙，赶紧去找一个同伴帮助我们。我们要来他一个反客为主，直接反监视他们。那么会有哪个同学帮助新一和米奇呢？同类倒是有很多，但是都是想让他们死的，根本算不上同伴。哎呀，差点忘了那个上次出手相助的爱哭小可爱羽田守。羽田可是一个热心人，一收到新一的消息就赶紧来帮助新一了。知道事情的起因经过之后，P 的想法简直跟之前的米奇想法一模一样。这种人直接灭了不就好了吗？干嘛要整得这么复杂？好家伙，真不愧是同类啊！对了，这次羽田守告诉新一，他重新给 P 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Joe啊，因为他寄生在羽田的下巴上。新一表示这操作我熟。羽田和新一商量好了对策，就各自开始按照安排来了。之前那个偷拍的记者则去找了田村。哎呀，原来他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啊，他是田村专门找去调查监视新一的私家侦探。这兄弟着实是啰嗦了点。田村觉得请这么一个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于是决定之后把他解决掉。果真是无用的人类，还不如老娘自己来。田村走着走着就笑了起来，回到家里对着镜子仰天大笑，着实是把我吓了一跳。这笑的有点恐怖啊！大晚上的，魔镜，谁是这个世界上笑得最灿烂的女人？笑着笑着就哭了。田村笑着笑着就把他原本睡得香甜的孩子吓哭了。妈耶，谁大半夜的搁这鬼叫？看爷不用绝招制止这女人。该死，这女人竟是我的妈咪！我哭了，她都完全不管我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那位侦探更加伤心，直接来了个借酒消愁，去找田村，他竟然就那么一个冷漠不耐烦的态度。等着吧，爷要闷声做大事，让世界轰动。于是他开始了天天跟踪新一的日子。本以为自己的跟踪术一流，殊不知新一请的好伙伴早就发现他了。新一直接抓住了他，正想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就送上门来了。新一和羽田把他带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，然后新一就把自己经历的所有事情都给侦探讲了一遍。再一次听到这个，羽田依旧是泪流满面，而侦探则是满脸怀疑，也不信。不过自己身前就站着两个怪物，好像也不能不信啊。这位侦探先生真是不怕死啊！他直接指着羽田和新一，你们既然是人类，这种时候就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站出来，哪怕是被当作实验材料，甚至死亡也不该畏惧。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话直接激怒了米奇和周啊！妈的，你说这话考虑过这俩的感受吗？果然还是应该把你干掉。眼看刀就到脖子了，新一及时制止了他俩。米奇直接霸气回怼，要做实验材料你自己去，新一可是老子的人，老子绝对不会让他去死的。小样，你最好老实点，不要欺负老子的新一，不然就让你直接去见阎王。听到这些，侦探直接吓得瑟瑟发抖，不知所措。米奇还直接告诉他，雇你来干活的那个也是我的同类，你要是再这么嚣张，分分钟先被他杀了。我的玉皇大帝！听完这话，侦探人直接傻掉了。田村居然也是怪物！天哪！
呢。不过没等新一采取行动，田村就主动电联约见新一了。见面的地点是一所学校，改名换姓后的田村已经不当老师了，人家这回是学生了，不仅自己好好听课，还把他的孩子带去听课了。果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啊！教授讲的内容倒是引人深思，关于利己和利他，关于母爱，这些到底是些啥玩意儿？田村一如既往的一脸冷漠加不屑，他当然还是不怎么明白的，毕竟他平日里携带他的孩子都是一把提起就走。小孩表示，我咋就这么命苦呢？见到面后，新一和田村都是开门见山。田村直接表示，我们寄生生物可是在研究如何和你们这些高傲的人类共存。这话新一上次就从岛田那里听过了，现在已经是完全不相信这种鬼话了。田村见新一是这种冷漠淡定的模样，就提起了新一的母亲，然后试图激怒新一。很显然他成功了。正当新一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揍他的时候，他高高的举起了他的孩子。你要打我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用这个当盾牌。哦，小孩再一次表示，我可真是命苦啊！幸好这时有2个学生上来制止了这一场战斗。新一虽然离开了，但是心里却是极度生气。这个女人居然这样对待她的孩子，她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。新一一边生气一边狂奔，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算命的神婆。神婆误打误撞提到了新一心口的伤，你的伤只有伤你的人才能填补。听到这句话，新一想到了母亲，可是母亲早就已经去世了。于是新一露出了一个十分寒冷的笑，伤我的那个人已经被我杀了。神婆直接当场去世，出来混口饭吃，我容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母亲的事情都是新一难以抹去的痛苦回忆。即使新一一直努力想要忘记，却还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再让他想起来。又是平静的一天，新一刚到校门口就遇上了那个侦探。这回他是来找新一帮忙的，因为有人在地下停车场失踪了，而他自己又怂的一匹，不敢自己进去看，所以来找新一一起进去看看。原来这件事果然是跟寄生生物有关的。这个地下停车场就是他们的一个进食基地。新一到停车场没多久后，就有寄生生物带着他的食物来了。在被揭穿身份之后，寄生生物杀死了他带来的那个女孩。这种残忍血腥的行为直接激怒了新一，新一直接就把他干掉了。但是原来这个基地是广川集团建立的，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是和他们做出了敌对行为。新一可理不了这么多，这个怪物可是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的同伴，这种行为怎么能够忍受？哎，话说在刚刚那种危急时刻，那个口口声声说要让世界轰动的侦探在做什么呢？他在一旁躲起来偷拍，果然是闷声干大事的人啊！或说我们还不曾提及过这位侦探大人的大名，他的名字叫做苍森。经过这件事情，苍森最终选择了退缩，他认为自己之前的行为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他没有接受新一的建议，把录像带交给警察，让警察来彻查这件事情，而是把录像递给了米奇，并且决定把之前收集的资料全部都毁掉，从此不再插手这些事情。米奇接过录像带，直接就把它咬碎了。这个录像带可是把爷录进去了的，绝对不能留着。新一为苍森的胆小和懦弱感到生气，但是苍森的行为也是大多数正常人类有的正常行为，毕竟他还有家人，所以才害怕死亡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新一下定决心要自己独自战斗，老子自己一只打败他们，人类由我来守护。当然还是离不开米奇的帮助。果然，新一毁坏广川集团进食基地的事情惹怒了寄生生物们，他们开始谈论如何把这个小子送去见阎王了。这时候田村开口了，到时候给他留个全尸吧。哦，田村姐姐是开始变得善良了吗？并不，她只是想亲自解剖新一的尸体用来研究。果然是最冷漠的脸说着最冷漠的话。既然谈论清楚了，就要派人去动手了。由于新一确实是一个挺难对付的对手，所以他们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一个大佬级别的人物后藤，而后藤则表示要把这个肥差让给三木，因为三木很想去。哎呀，我说你俩这关系是谁跟谁啊？说到这个后藤跟三木，那简直是牛批啊！三木和后藤等其他4个寄生生物是寄生在一个人身上的，这可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操作啊！然而现在几个拥有着高级操作的寄生生物要对新一下手了。新一听米奇说又有寄生生物来学校了，那简直就是兴奋加担心啊！兴奋的是战斗终于要开始了，担心的是如果他们在学校里开战，就很可能让其他同学受到伤害。就在新一跑到校外合适的地方准备迎战那3个米奇感应到的寄生兽的时候，米奇却说战斗取消吧，因为又到了睡觉的时间了。这就让新一很绝望了，没有了米奇的帮助，自己要如何顶4个小时啊？还是36计走为上计吧。就当新一搭着计程车到了很偏远的郊外，并且以为剩余的2个小时也不会被对方感应到的时候，又一个人搭着计程车在他面前停下，吓死爹爹了。幸好只有1个人，米奇说的是3个人，那应该不是这个人吧？毕竟他还笑得如此温和。但是新一猜错了，他没想到对手是多合一的寄生生物，意识到这人就是寄生生物，新一二话不说拔腿就跑了。妈的，这个寄生生物表情真是丰富，差点就把我骗了。于是开启了他追他逃的故事。跑着跑着，新一就发现这个寄生生物跑得不快啊，难不成是仗着自己和另外2个团伙就在周围埋伏，所以才这么
这么漫不经心的追自己吗？正想着，一个开车的大爷看见新一跑得太辛苦了，就说载新一一程。上车后，新一看着大爷和他的小狗慌了，他俩不会就是另外2只寄生生物了吧？自己不会上了贼车，自投罗网了吧？那么让我们猜猜，这个顺风车大爷是不是寄生兽变的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新一能从车上顺利逃脱吗？答案在下期揭晓。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求求个点赞、评论加转发吧，谢谢。下期记得来看我哦，拜拜。